天下三分名于一，2分无奈是羊肉。烟花3月向扬州。不是说扬州这边适合养老养吗？生嘛。那你来早了70年呢。养老的话，我去，没有啊，就是说，哎，这边是适合那种嘛。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里是瘦西湖，扬州必到的景点。记忆里面的扬州呢，因为从唐朝开始呢，就有非常多的盐商巨贾在这边，他们很有钱，他们很会享受生活。于是扬州也是一座很会享受生活的城市。说到了享受，你真的不能不说就是美食。在2019年的时候呢，扬州呢也跟顺德一样了，被联合国定为呢世界美食之都，很多的好吃的都在这边。别的不说，光这个场景就是一个美食。没错，24桥明月夜，既是美景，又是美食。扬州该多会享受啊！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这次的享受之旅。扬州的美食嘛，准确的数字说嘛，扬州的三头宴还是比较出名的。五丁香、三丁香、哦，肉包、菜包、螺丝包。什么狮子头啊，什么大煮干丝啊，什么的那些。多一家扬州的特产老鹅，特别好吃。老鹅。在扬州这边喝早茶呢，有3家老字号：富春、野春、共和村。这3家呢，基本上都是说老店子了。其实说起来，有没有扬州小伙伴在看？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你喜欢去哪家，又或者不是这3家了。这3家其实都会被人家说老字号，但是呢这几年呢水平有所下降，但是不要紧了，说起来都是一些老店老字号。体味一下扬州喝早茶在老店里面能喝出什么感觉？想问一下，您这家是老店的了吧？算是百年老店，总店啊，总店有很多分店也是啊。我们是外地过来的，现在唱着的这个是哪种曲目啊？越剧，浙江戏。浙江戏。我们呢从小就看越剧长大的爱好，现在老了嘛，我都78岁了。老艺术家了，您是？没有，我们学70几了，我们是爱好的。你好，你好，好听的。因为我们第一次过来，想了解一下说这边这种越剧跟别的曲种之间它的一个特色或者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它是那个我们国家啊是第2大剧种，它的经典之作有《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它的曲调优美，演员全部都是女的。哦，都是女孩子，是女的，而且我听起来好像都比较柔美一点。哎，就是柔美，没有那么多金戈铁马的东西，那个没有。对，爱情的。啊，他讲话的那个都是吴侬细语，嗲嗲的，都是，他就是这个特点，所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欢。我虽然听不懂，但是听着很舒服。很柔，很柔美。其实到这儿的话，整个感觉已经出来了。这种亭台楼阁、扬州园林的风格，加上楼下阿姨们吴侬软语，这就很扬州啊。我们这边早茶比中晚餐重要。扬州这边当地人哦，家里面来亲戚朋友了，早茶是必吃的。早茶比中晚餐隆重。如果你自己家里面来客人没有吃早茶，你就没有来，就感觉没有这个对人家的没来过这边。对，没有来过扬州。为什么那么看重吃早茶呢？扬州人比较会享受。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扬州人比较懒。没有。对。
我们注意一个三个度，一个高度，站起来一个高度，开个口，注意温度，吃的时候注意速度，不要太快。不要太快。对，烫到喉咙，可以直接用牙齿在上面磕破它，不用这个吸管磕破它。大门牙要2颗牙齿，咬个洞以后呢，然后把这个生姜丝嘛搁进去，再搁点醋，少滴一滴醋进去，对，稍微轻轻的摇动。好讲究啊，你们。对，这样好麻烦。我们这边为什么用吸管呢？因为很多我们吸管其实给女同志用的，比如说有口红。还没吃野春的东西，但是我会真的很喜欢这边的服务员小姐姐那种人均导游啊。刚我们把这东西详细一说，马上整个 bigger 就上来了。原来这个不是那么囫囵个的往嘴巴里面怎么吃。按照那位小姐的说法，首先第一步，用个门牙把它磕破，有肉香味，而且甚至有一种腥的那种感觉。但那种腥你会觉得舒服的，因为腥有的时候就跟鲜是一个过渡的味道，腥的好吃。润的一口汤，就好像吃饭之前先喝一口汤一样，先把你的舌头啊、味蕾给打开了，然后呢，把这个姜丝一点点酿到里面去，把点醋淋到里面去，这个呢才是蟹黄汤包的完全体。包子的皮软滑滑的，里面的肉馅跟我这边地方吃到的不一样。很多地方吃到蟹黄汤包，它里面的肉馅是很实的一坨肉在里面，但它这个的肉完全是化开了。光是这道菜，我觉得已经吃出了这种慢生活的节奏。扬州的包子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被誉为是世界经典美食，跟扬州的狮子头其他菜式呢一起都是获得了很大的殊荣了。这款叫3丁包子，看一看啊，有什么丁在里面。掰开看，哇，你看到没有？肉丁、鸡丁、笋丁啊，这是看不到的，我只是查资料查回来的。OK， 真的好吃，咸香味十足。哪一口是笋丁，哪一口是肉丁，哪一口是鸡丁，我真的吃不出来，但是我只觉得它好吃。削肉，猪前腿做成的一块这样的，像果冻的这个角度看，很清爽的一块猪蹄肉，而且我最喜欢的是猪皮这个部分，一点都不硬，滑，像啫喱一样，真好吃。千层油糕是把面粉跟糖按照2比1的比例混合，然后加上大量的猪油板去调出来，有的只是那种香味。吃着美食，听着美妙的音乐，看着美景，的确很享受。不仅我享受，你看听众们也是如痴如醉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些的园林还不够经典，接下来的时间将会去到一个真正经典的扬州园林里面，去让我们的眼睛再多一点享受。河源晚清第一园同治元年开始修建，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光绪的9年呢，被这个何止刀，然后呢就把它给收购下来了。来到这边呢，其实看到原来的名字了，绩效山庄。陶渊明说的以南窗以绩效，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归隐的意思。49岁的何止刀在这边选择他归隐，不当官了，回来这边当一个闲人吧。何止刀呢？49岁以前呢，他是做一个管理盐商的官，因为在官场上面一些的政治的变化就混不下去了，于是乎呢就在这边归隐。就是孔子有一句话叫做"道不行，吾将乘涪浮于海"，就是说，哎呀，这个如果我求政不成功的话，那我就去四海漂泊吧。其实何止刀有点想追求这种境界，于是乎呢，他就在这里起了一个船厅。看对联你就能看得出来他的一个心态，花为四壁，船为家。我宁愿去飘荡在海上面就好了，我不要再跟你们这些人在政治斗争各种的划旋。这个叫做藕粉圆是什么东西啊？这个藕粉就是藕粉做的圆子啊，藕粉是外面，里面是什么呢？里面是馅，里面有花生啊、核桃、坚果、杏仁呀，明白。然后还有松子。外皮的口感
跟上一次在梅州吃到的蒜盘子很像。QQ 糖、芝麻花生，经典的汤圆馅，外皮如此 Q 弹的汤圆，第一次吃。阳春面好像在这一边经常能听到，但是看起来卖相真的很一般。看起来比较寡淡一点，哇，没有什么吃头吧？到嘴巴里面有惊喜给到你。这个面条你不用放辣椒酱，不用放醋，不用放任何，吃到嘴巴里面那种胡椒的一点点辣味，然后高汤的浓味都会有在当中，而且面条爽滑，有吃头的，完全不要被它的外表欺骗。眼前这一碗呢，就是所谓的正宗的羊肉炒饭。味道没有那么的跳脱，咸香味，一点点胡椒粉的味道，淡香的味道，咸咸的口感，味道是好的。但是让我觉得惊艳的是它的口感，可以看到，其实它里面是各种各样的颗粒，胡萝卜粒呀、玉米粒呀、冬菇粒呀，各种的颗粒跟米饭炒在一起，吃到嘴巴里面，你会发现不同的颗粒，每一颗都是独立的，每一颗都可以让你去嚼，在嘴巴里面全部散化开来，口感实在太妙。很清的、很清淡、很清爽的甜味，甜味会有在，让你有了满足感，但是绝对不会抢。莲藕不算太糯，但是浸泡了糖之后，它整个质地有一点的小变化，很有韧性的莲藕，加上糯米，香香的，好吃。这个地方哦，在明清时代，这里大部分呢都是呢盐商，外地盐商到扬州来啊，所以这样来呢，上一个解放前扬州呢，所以这个中间是个消费城市，消费城市，消费人，那么找到扬州人呢，可以两句话呢，因为是青年人不懂啊，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明白，明白。吃好了，早上起来不让点泡点茶，到办公到工作里头吃点早茶。水包皮包着水了。水了，人的皮人皮里面都是喝的水。对不对？这吃点早茶，扬州里面过老板阳春面。晚上呢，他40位，早上在下午洗把澡，吃点水包皮呗。啊，就水泡着皮，水包着皮了，那个时候是。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阳春就好会享受。扬州老鹅是扬州的一种特色，就是扬州人来都喜欢吃老鹅。这边的老鹅是怎么弄的？一般都是盐水卤的，是老卤出来的。老卤出来的鹅叫老鹅。来，我们搞1/4试一下。这样子，这个是它的油，它煮的时候呢，出来。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广东，没有一只鸭能够活着走出南京，没有一只鹅能够活着走出扬州。好像每个地方喜欢吃一种家禽，都有那种方式去标榜说我们真的很爱它。就是做一些功课，就是说真正好吃的老鹅未必会在一些餐厅里面，而是在寻常市井、街市。鹅肉很香，它这种香除了是它本身的肉香以外，卤水的作用功不可没，所以能够理解老卤做的鹅的老卤产生的作用。它里面是有一种淡淡的酒香味会在当中，酒味能够把那肉香味、质的香味完全给提了出来，更加的散发起来。津津有味这个词语用在这块鹅上面，我觉得蛮恰当的。大油是指什么呀？大油就是猪油。猪油哦，对，它这个有点半煎半烤的那种，对，得把里面给烤熟。烤熟马上倒到底下再去焖了再焖几分钟以后才能才好吃。这个算不算是扬州这边比较？算有一说你看百年小吃那民间的小吃那也属于小吃啊。就是您小时候就吃，也就我们小时候也吃过。闻着那种葱油的香味啊，油香味啊，都很 OK 的。大量的葱扮演的是提香的角色，加上了猪油之后，让它味道非常的香。淀粉，这一切就让它的味道是非常的抢的舌头，很香的一个东西。同时，看到这地方嘛，烤的焦脆之后，有种焦香、鸡肉的香味混在一起，所以整一口咬下去，口感有满足，香味有满足。
有那么一句话，烹饪界里面很流行的，叫做“食在广州，味在四川，汤在山东，刀在淮阳”，说的就是说淮扬菜这边呢，对于刀工的这种讲究跟细致，在3把刀之列了，很简单。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将要到怡园吃一道宴席，它叫做3头宴，里面有3道菜，都是对刀工极致的考验。这顿饭很贵，是在于说一个是价格贵，一个是金贵。昨天提前预约了。拆烩鲢鱼头，拆烩鲢鱼头，对，这些地方的骨头都全部都去了。难度在哪里？难度就是把骨头去掉以后，它不能破，不能失去它的整个形状，像一个鱼头的整个鱼头一样。牛掰，这个牛掰。这个是大猪脸，大猪脸来了，笑嘻嘻的大猪脸。你是在说我吗？因为我也在看，我也在笑。真的，你看我的头才多大？你看我的头跟他的头，你看到了吗？我这2个是吗？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大头人来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我很苗条。拍照很快。你这个猪头，这个猪脸，怎么样能把整个皮这么完整的拆下来？这是怎么做到的？那个就是扬州菜、淮扬菜的这个厨师的刀工方面的这个技巧，回来用那个刀呢，手刀慢慢切，顺着它的骨头慢慢切下来。扬州的它到省州城呢，它就是靠这个冰糖来提味，它这个就是甜，冰糖就是甜，用那个冰糖和黄酒。红烧猪头、拆烩鲢鱼头、蟹粉狮子头，传说当中只要集齐3头就可以召集神龙。各位小朋友，请用你们的双手一直在屏幕里面打出弹幕好吗？召唤神龙！我要先从他的耳朵那边开始。它炖得很烂的。炖得烂是一个好吃的标准吧？应该。那肯定的啦。今天这个真的很好。3头宴呢，我自己会按照口味清淡点的东西慢慢吃过来。我会先吃的是这个，拆烩鲢鱼头的，可以用这种咬的方式来吃鱼头，我是第一次，好过瘾。它有小碎骨，极小的这个不要紧，瑕不掩瑜。整个鱼头你吃起来的话，其实有更多的会是有一点点的腥。但这种腥味的话是能够接受的腥味，而且这种腥它更接近于鲜味，所以在你吃起来的时候，好吃的、过瘾的，特别这个位置软软的、焦焦的，吃起来。如果你正常吃都想吃到这一块的话，你会拆开了这一块的软组织才能吃到一点点，但现在它不需要，它把骨头给你取出来，把所有软组织留着，然后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尝试到鱼最滑的那一块肉，好过瘾，不开玩笑。刀工的不同完全改变了你的进食体验。没有吃过，真的没有吃过这种蟹粉狮子头，你永远不可能想象会用滑嫩这种口感来形容一款猪肉丸子，好滑。然后到了里面是肉应该有的咸香的味道，肉有小颗粒状。我不知道师傅是用切还是用剁，但是我会相信他肯定不是击打，因为能咬那块小瘦肉粒，能嚼，然后小瘦肉粒的表面都轻轻的包裹着一点点的肥肉，那种香味。狮子头人家现在很多都是用机器绞的，我们家根本不用去用机器绞，全是用手工切出来的。它这个调配肥瘦的比例大概是，目前的话是4:6，就是不管为什么它吃到嘴那口气化就是嫩，就是要在锅里慢慢焖。红烧扒猪头，各位我不客气了。好，我说实话，会不会油腻？有一点，无论如何有一点。这些肥肉不是开玩笑的，觉得会有一点点油腻感，但是并不重。甚妙的是它的口感。它已经不是入口即化，我认为它是入口即溶，成为了香糯的滋味，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散开，就完事儿了。这种的红烧并不是甜口的，吃起来果然是，而且是很甜，甜的很好吃，那个程度之下，真的好吃。但是我真的不敢多吃，这道菜吃多了会腻，看多了都腻你别说。想请教一下您，说为什么淮扬菜里面会有这种这么
在我看来叫神奇的菜了，已经是。为什么有这种菜的出现？所以说这个淮扬这里的这个精妙之处就在这个地方。怎么说？这个你看这个猪头，像一般的这个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知道吗？所以说淮扬菜它就是厨师的这个化腐朽为神奇嘛，他就把这个猪头这个新冰窑料能做成这个闻名这个全国的这个三头宴。猪头就是一个火功的问题，一个是刀工，一个火功的问题。要酥烂脱骨，不失其形。懂吧？浓香醇厚，不失其味。一个扬州八怪之一的一个叫罗聘，他跟那个郑板桥、石涛他们是齐名的，他是八怪之一。他就有一首诗，就说：抽打春雷第一声，雨后春笋日霖霖，买来配烧花猪头，不问厨娘问老生。他本身他就是一个扬州还是一个和尚发明的一个菜。扬州菜呢，它基本上都是有这个有文化的。比如说我们家的那个烫干丝啊，这个刀工要求很高，相当高。每一片干丝的话，拼下来都要达到36片到40片之间。人家20多片都了不起的了。我们家最起码要36片。一个基本功的要求相当高，刀工要求相当高，没几个人能做。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吃到了这个，你见过这么细的？没有。你的那个粗的干丝呢，口感要更柔和一点。第一步是把姜放进那个，这个我们都是对，像莲花一样。一个花瓣。对，开始。哇，如果不知道它这个纹理的话，可能就碎掉了。对，这个才叫干丝。那个纯手工的，最小的能穿针引线呢。我靠，有盛开的白莲花。好美啊！好浮夸，我知道。OK， 看，你说这种是炫技也罢，但是它真的看起来让我非常大的惊讶的感觉，然后让我对它充满了欲望。于是我吃了它，到了嘴巴里面，味道会有不同。由于它切的足够细，每一口里面接触到的酱汁比较多，吃到嘴巴里面味道会更加的丰富，而且真的会有丝滑感。而且这个高汤功不可没，豆干其实豆腥味不会有太多，有的更多是卤水的香味，足够的细，让你的舌头慢慢的每一个味蕾去品味它的滋味。这道菜我写一个福字给它。这道菜吃的从来不是它的食材，是它的心思跟刀工。刚才上网查了一下，一块扬州方干大概就是5、6块钱左右，然后加上了刚才王厨师长王大师极致的刀工产生的这一盘，他卖98块钱，觉得值得吗？值得的请1，不值得的请2，谢谢。扬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从唐宋开始，它就是一个非常繁华地方所在。虽然到了现在已经看不到当年千帆竞渡的这些画面，但是这座城市的人会享受的这种气质，一直会保留在很多地方。所以这次过来会觉得说，国际美食之都这个称号，我个人认为扬州是当之无愧的。最后还有一个小感触，就是其实来扬州玩何止是烟花3月呢？最后请记住，姚大秋是要带你吃下全世界的人。